谢你，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杭州会说笑的小海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大家好，我叫小海，谢谢谢谢。我是一个兼职脱口秀演员，我现在业余时间还有一份全职工作。我在我们公司是总监，对，在公司基本就属于中层，还有一个老板，一个下属，没有同事。就这老板还要天天开会跟我们讨论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。公司一共3个人，啥战略？一会儿排成人字，一会儿排成一字。我们公司真的特别小，有多小呢？我们租那个写字楼以前是个酒店，我们公司就是个标间儿。而且它该有的没有，不该有的却有很多。我们公司没有打印机，却有一个浴缸。浴缸里还堆了很多杂物，什么吃的喝的。有一天客户来了，老板当着他面跟我说：“你去浴缸里给客户拿点水。”前2天我下属还辞职了，我们公司连群都没有了。现在经常有人问我：“你说脱口秀不怕老板知道吗？”我不怕，因为你看我有2份工作，我们老板有4份。一个公司2个人6份工作，我们公司就业率300%。你要想实现就业率100%，还得雇4个街溜子。我们公司就我一个全职员工嘛，前2天老板又雇了个兼职，是兼职 CEO。听说过吗？兼职 CEO。你们哪个公司 CEO 年薪是日结的？平时我都不太敢给他打电话，因为害怕他还有什么别的兼职。我怕我打电话，我说老板有个文件需要您签字，老板说一会儿签，等我送完这单。不光公司奇葩，老板还经常跟我提很多奇葩的要求。哎，你们能相信吗？前2天我老板让我值日。我说值日是不是应该轮流值日？我没见过谁一个人值日，一个人那就不叫值日，一个人那就叫保洁。我现在都害怕，我以后去面试，人家问我有什么工作经验，我说打扫过标间儿。就经常跟我提很多奇葩的要求。前2天又跟我说，你以后每个月要读1本书。哎，你们发现没有？老板只有在这种没有用的事上跟你提的要求才特别清晰。正经工作上的事根本就说不清到底让你干啥。你看每个月读1本书，非常清晰可量化。然后一到工作就跟你说，把这个弄一下。把这个弄一下啊！朋友们，你真的很难听到人类说一句话，主谓宾都不知道是啥。把这个弄一下，谁弄一下？把哪个弄一下？什么叫弄一下啊？就这句话，老板可以让我干任何事儿。老板就算让我杀人都可以说把这个弄一下。然后前2天老板又要给我降薪，他居然跟我说：“你去起草一个自愿降薪协议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你要给我降薪，协议还得我自己写啊？你要勒死我，麻绳还得我自己编？你这是相当于潘金莲跟武大郎说：大郎煎药了。”而且什么叫自愿降薪啊？我可太愿意降薪了，我都是想找老板谈话。我说老板，我来公司这么久，也该给我降薪了吧？现在好几个猎头联系我，他们给的比你少多了。
我可太愿意降薪了，我过生日许愿都是升职降薪。我看网上有人发帖又降薪了，我赶紧在下边接。然后前2天老板又要给我降薪，这一次他居然要给我转成兼职。我说我不缺兼职。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霸道总裁。他跟我说，虽然我给你转成了兼职，但我希望你不要有别的工作。我说怎么，您还要给共享单车上锁啊？不过降薪也有一个好处，我发现老板跟我说话都客气了很多。以前老板就是跟我说你这个不行，现在跟我说你这个不行哈。我说那不行的话，那你把这个弄一下。哎呀，但是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。老板给我降薪，我就只能把老板写成段子；老板给我降薪，我就给你们带来欢笑，这就是降本增效。谢谢大家，我小海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小海精彩的表演。喜欢小海这段表演的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投票倒计时，最后3秒钟，请锁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再次谢谢小海。谢谢。小海比去年真的变化很大，是不是？天真姐，我记得你去年就是有一种疯癫感，就是但是呢，也是比较冷的讲家庭的段子。但是我觉得今年讲职场好得多，就是那种刀刀入肉的感觉会更准。哦，谢谢天真姐。而且你在上面演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七七在后面，就像看自己女儿的表情，一直非常欣慰的看着你。真的，我觉得七七真的给了我很多鼓励。之前我开放麦很凉的时候，他说为什么你炸的时候相信是观众好，冷的时候就觉得是自己不好呢？我觉得他真的给了我很多鼓励，很多女演员都给了我很多鼓励，包括之前小鹿老师、王悦，还有嘻哈，我真的说不清了，好多，还包括真的好多，还有男演员当然也有，就是。但是我觉得女演员更懂我们的那种不自信，我就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太好了。你要相信你自己是好的。自信一点，哎呀，谢谢。因为本身您的这个表演风格就比较偏冷静，偏娓娓道来。今年的这个每一个包袱写的都比去年的要又狠又准，特别好。我觉得这个您这1年沉淀不少，谢谢您，对，特别好。谢谢。大鹏导演，之前您演那年会的时候，不也是一个职场啊这种类型的公司？虽然那也是一个比他这个可能规模略大一点的公司啊。看到他这个职场这段经历有什么感受？他说到降薪那儿，我相信很多人现在是都有共鸣的啊。我以前也待过仨人的公司，老板还有老板媳妇儿，还有我，一家3口的在这说相声，加入了一个家庭啊，是在他们家工作的。当时那老板跟我说，你要好好干，别看你现在是一个实习，未来你就是副总，我有的时候也会想起这些小故事，我在想他们现在怎么样。所以以后我也能成为这么成功的导演，是吧？就都待过3个人的公司。有机会，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，也获得了我们气氛组的3票。那我们把刚刚一直在为小海鼓掌的七七也请回舞台中央。都是3票，一样的起跑线，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呢？请看大屏幕。恭喜七七，恭喜七七在这个比拼中胜出，同时小海153票，也是很优秀的成绩。根据规则，小海要暂时前往待定区。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？没有什么要说的，我把我想讲的内容都很好的讲完了，然后也非常谢谢今天的各位观众，谢谢你们。最近有在演出吗？小海不错。对，我可能明年再把这个主打秀再完善一下，然后会可能巡演。也不一定，也许今年也就巡演了。小海不错，这个主打秀大家去看啊，很快就写出来了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谢谢小海。
我太满意了，就是这个是我有史以来演出效果最好的几次其中之一。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把段子写得很好，演得很好，其实他一定会给出一个很高的分的。对，下一次继续努力吧。那么七七在刚刚这轮比拼中获得了胜利。为了不影响接下来朋友的选择，我们暂时也不公布胜者的票数。天真姐把这一轮加码成了抢金。那么还有没有继续要挑战的朋友？请在倒计时结束前起立。倒计时最后5秒钟。只有一位挑战者，那我们让七七暂时回到座位休息。掌声有请陈明飞。采访开始，拍一下手。哎，好。你可以放松做啊，你不用非要做成这个样子。他不是不让。没事，你可以大声说出来。我们正常交流。我说他不是不让我动吗？好嘞。你心中的喜剧之王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子吗？我不喜欢王这个概念，我觉得创作者就是要在自己的文学国度里做一个吟游的诗人。他真像个机器人，真的，他就像个 AI， 你知道吧？他是完全不讲话，然后很矮。他所有走路就是手紧贴着这个裤缝，像立正，像军训一样。还差一个，你还差一个什么？啊，陈明飞在这儿，就在你旁边啊。陈明飞，多多担待。嗨，有点紧张。陈明飞是我们发言人，发言人。我可以打墙的。加油！随便打完了，哥带你喝酒。这是能说的吗？陈明飞，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陈明飞啊，我现在是一个大学生啊，今年大2，现在心情怎么说呢？就是马上有期末考试了。我念的是中文系啊，我发现有时候我很难跟人解释说我们这个专业它究竟在学什么。就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，我坐火车上学嘛，路上很无聊，有一个阿姨就说：“小伙子，你大学学什么的呀？”我说：“阿姨，我学中文的。”阿姨说：“那你学的挺快呀。”我说：“阿姨，我是中国人啊。”我在我们专业，说实话，待的没有说特别适应啊，因为我们专业是一个就是女生比较多、男生比较少的一个专业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学校举行那种跳长绳比赛，进了我们队的微信群，发现就好像只有我一个男生。那天体委在群里说的是老婆们集合了。我说这儿还有一个人类呢。体委可能没反应过来啊，说别人都没意见，怎么就你有意见？但后来那天活动现场，他发现确实是有一个男生啊，所以那天我们夺冠之后，他发的朋友圈里就表现了对我的尊重。他说我和老婆们和陈明飞取得了冠军。感觉我像他们养的一条狗。我念中文系就是想学习写作，写一点真正好的一点作品。但上了大学之后，老师跟我说，一个作家想写出那种真正好的作品，应该要先过30-40年苦日子。我说这是不是有点太久了？哎，你说我万一好不容易熬了20多年苦日子，然后突然死了，那我这辈子不全是苦日子吗？就你不要跟我提什么卧薪尝胆的勾践，我知道这个听着很励志，但我觉得他励志就是因为勾践当年成功。他要是尝了3年胆被夫差灭国，那他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沉迷尝胆。导致亡国的变态了。
过我还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啊，我也焦虑过，说我真正能写出好作品之前怎么赚钱养活自己。我甚至考虑过转专业，但我后来转念一想，自己在老家有一群爱看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朋友，我心想这群傻帽的钱哥们还是能挣的。一个作家这么一个几千年的行业，它能有什么问题呢？然后我大2那年呢 ，AI 会写小说了。我当时的感觉就像，我感觉自己像那种晚清刚经过的太监，一个阉人。就是我准备工作刚做完，发现行业消失了。我当时感觉自己被时代所欺骗了，因为我印象很深刻，我报志愿那会儿，全网都在告诉我，文艺就是人类面对 AI 的最后一道防线。我说怎么2年就被打爆了？你 AI 用的不是 C 语言吗？怎么先把汉语言取代了？你这个 C 该不会是 Chinese 的意思吧？我很痛苦啊！我去问做 AI 的朋友，我说你跟我说实话就行，我们做这种行业会不会被 AI 取代掉？我朋友跟我说以后说不好，但现在不会，因为 AI 刚开始学写作，它短期内比不上你。我说这怎么可能安慰到我？我也刚开始学写作呀。我跟 AI 同时开始，你猜我俩谁学得快一点？该不会是我吧？很难受啊！我去年年底参加了一个大学生的短诗创作比赛，发现有个赛道已经叫 AI 赛道了，要求我们的作品展现出那种人机协同的美感。我说人机协同，我小时候不是管这玩意儿叫作弊吗？我记得我小学那会儿看着有同学考试那会儿拿手机搜题，人机协同，轻轻松松拿高分。我辛辛苦苦做半天拿个中等的成绩，我都安慰自己，我说陈明飞没事，你现在累了一点，但你培养了能力，长大你比他们强。长大发现人机协同才是真正的能力，就感觉像另外一个版本的卧薪尝胆，就是勾践尝了3年胆，发现夫差让别人消灭了。人轻松了，苦白吃了，在历史上还是一个沉迷长胆的变态。我当时就感觉相信了很多年的道德信仰就是崩塌了。我去听了我们学校一个 AI 应用伦理的讲座，那个讲座上老师就明确说了，你用 AI 帮你写小说、写文章、发杂志肯定是不对的。我说哦，至少还可以，至少象牙塔还支撑着我原来的道德观念。那天有一个提问环节，有个学生问老师：“我确实没有用 AI， 但很多周围同学都在用 AI， 我不用，我不就比不过他们吗？”我心想，老师这个人一直太不坚定了，你赶紧说他骂他，点醒他。老师说：“咱们先把后面的摄像机关一下。”老师跟大家分享一点真东西呀。老师说，这个 AI 刚开始发展没几年，很多相关规定都很灰色，所以老师觉得吧，只要没人管，你就随便用。我说什么？我拿你当教父，你跟我玩碟中谍？哎，那我刚刚辛辛苦苦那1个小时听的是什么东西呀？是用来解锁正文的广告吗？我那天明白了一个道理啊，我感觉就是伦理道德这个东西啊，它就很像摄像机，它能约束人性的丑恶，但也能关。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，我明白 AI 是好东西，我知道它是时代在进步，科技在发展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但我不在车上。我感觉我像那种电车难题里被捆在铁轨上的那个胖子，就只不过时代的电车不会遇到难题，就可能有列车员通过监控看到说列车长前面好像有点人，咱要不要停下来等等他？列车长说就那么几个人，你把摄像机关上不就好了吗？
就看着那个车越开越近，我旁边的朋友就会问陈明飞：“咱们现在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他说：“那我先上车了。”人越来越少，我看着电车过来，我也很害怕。我就躺在那儿，我说：“等等，这儿还有个人类呢。”他说：“别人都没意见，怎么就你有意见？”谢谢大家。谢谢陈明飞，非常精彩的表演。喜欢他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掌声再次送给陈明飞。他也是今年最年轻的一位选手。全程他都很紧张，就像他现在这样。但刚刚那5、6分钟是他可能这几天最放松也最快乐的时刻，为你开心。他让你觉得很胆怯，所以以至于你觉得他弱到就是根本就不用点你，就没想到是这么的飘逸啊！我感觉是很潇洒的。如果这是一场比武，那么每个人的武器可能不一样，招数不同。我觉得他就像是蜻蜓点水的那种会轻功的人，就是非常的潇洒。我觉得他刚才的表演那个出神入化。陈明飞，你为什么不取一个艺名？因为我不觉得我的作品让我丢人，所以。当然也没有说别的取艺名的。我算算他攻击了多少人啊！咱们都太丢人了，太冒犯了。没有。陈明飞是哪个学校？复旦大学的。我们现在这个脱口秀行业可以啊，清华、北大、复旦、同济。我觉得文本非常好。整个文本结构到整个前后呼应，所有的段子还有这个抖的包袱，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。感谢。我想补充一点，陈明飞，就是等这个节目播出啊，也就是你下个学期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校园明星。所以我跟导演说不要问我的学校，但是刚刚问我问了。没事，我一般也去图书馆呀，或者都告诉粉丝我在哪儿了。去同济的图书馆吧。哎，我还真的是在同济的社团，对，因为同济社团氛围很好。那你们俩认识吗？他是我们2代还是3代老社长，很厉害的。你讲脱口秀讲多久了？我是23年的9月7号开始的。这么直接？也是去大学上了什么社团才讲吗？不是，我是那个从小就喜欢，所以小学看80后嘛那会儿，对。谢谢你。有一种去年刚看到于翔宇的那种劲儿哈。就是觉得于翔宇老了，昨日黄花呀。哎，我刚才也是这么想的。现在好多观众觉得于翔宇跟80后是同一时期的这个节目。我们之前一直看着这陈明飞在坐在这儿，因为他特显小，我一直以为他是一高中生的。然后他往上一坐，然后也特老实不说话，然后走道的时候也是，就是眼直直的，也不看身边，就是他只有从 A 点到 B 点，反正就是什么跟着。对，然后刚才还特可爱，就是他本来就要挑战77嘛，他已经站起来了，然后你说等倒计时，然后他又坐下了，然后一会儿倒计时又站起来了。继续要挑战的朋友，请在倒计时结束前起立。倒计时最后5秒钟。我跟那个庞博老师，我们都参加过《最强大脑》的录制。我说咱们这季这个喜单特别像《最强大脑》，因为有这么多来自高校的青年人们啊，事实证明这个能考上好学校，他干什么他都厉害，是不是？而且人家学的就是好，真是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完了，再一个这个没有啊，成绩一般，其实，因为你就谦虚。
那也是在复旦，成绩一般呀。是。今天来的好几位。然后听到他们说，哎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？像他说我是就这几年，然后是大学生，然后说，哎，你怎么这么快你就说的这么好啊？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听脱口秀，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们那会儿都说我是从小喜欢听相声。来，咱把这摄像机先关一下啊，咱把这个。对，我怎么感觉我也好像赶上末班车了呢？没有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其实我觉得倒是没必要把各个这个关于喜剧的行业分得那么清。大家在一起，我们都在这个市场里，我们都用自己的能力在这里拼命的活着。只有大家越来越好，我们能游的这个距离才能越来越远。是啊，特别感谢你们这些年轻人，谢谢你们。明飞虽然还是学生，但他讲的这个事情击中我们当下的每一个人。AI 啊，创作这个所谓的危机啊，或者是会不会取代人类，这其实是咱们每个人都会讨论的问题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就是我觉得脱口秀现在机器写不了，是因为脱口秀的行业存在时间不够长，它的样本不够大，所以还来不及总结出里面的创作规律。如果有一天他总结出来了，我就会去寻找下一个新兴的创作行业。他是不是 AI？ 他该不会他就是 AI 吧？咱们请付航帮忙翻译一下吧啊。他的意思就是说 AI 很厉害。好嘞，明白了。但我们总会创造出新的东西，然后程序，谁能把他电源拔了呀？怎么回事？你脚拎着是不是插销？是不是？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而且你给我从陈明飞身体里出来，这是。开玩笑，别紧张，真的别紧张。我觉得至少此刻，我们这个舞台这些麦克风还是在咱们人类手里面的。你现在站的这个位置，确实就是77的客厅，所以咱这手也不用一直贴着裤缝，真的，没事，想。爱情